火柴让人从海里捞出来时候面目全非，他会是淹死的，你信吗？他社会关系复杂，兴许是被人寻仇呢。我派人查。查什么查呀？把人扔海里，这一看就是赵家的手笔。行了，你别那么冲动，我先问清楚啊。你行了，这已经是第二个，第一个的结果我到现在还没等着。你让我将来怎么找线人？我是害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查，赵家的事儿，我要一查到底。班长，抛开我这个支队长的身份，就论咱们俩是兄弟，我关上门跟你说句真心话，真的，放一放吧，别让赵家注意到你了。今天死了是一个线人，那明天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意思？叫停了？我纯粹是考虑你个人的安全问题。我怕他，当兵的上战场都不怕给突突了，我怕他。张秋风都被你搞怕了，太冒进，真的要出大事儿。张秋风我都懒得搭理他，他是怂了。当然，他家里负担重，他爱干什么干什么，我不管他。但是，我一个人干更好，毕竟啊，这赵家渗透的太厉害了，谁是人谁是鬼，咱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一个人干，保险。行吧，我也拦不住你。需要什么支持，随时开口。啊，对了，火柴家里头得派人去保障一阵子吧。靠，就你靠。老班长，既然你信任我，接下来怎么安排，你得听我的。我不信你，咱俩当兵的时候穿一条裤子睡一张床，又一块当的警察。我不信你，我信谁？静静听梦的声音，很少有回应，偶尔才清醒。静静听夜的声音，寻一个指引，才刻骨铭记。记得年少时的誓言，目光坚定，理想慢慢累积，成熟了些许。一生坚守，始终不变，诚挚的心，远处的光照亮无数次梦醒。黑夜里逆风前行，笃定的执着，日夜经历着，哭过也痛过，蓝天下奋力奔跑，无悔的选择，日夜经历着，哭过也笑过，从不退缩，一份炙热，希望的光永远闪烁。齐英，确实是的。你确定不通知孩子的父亲过来吗？不通知。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你是说小征是你和赵孝生的儿子？你不是跟我说，当年同学会之后，小白，我骗了你。当年我跟赵小生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几个月了。我当时真的特别害怕，我怕赵小生知道，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把小征从我身边抢走的。所以
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小郑的真实身份，包括你。这个秘密一埋就是几十年。我本来以为我不说，谁都不会知道，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恒呀，咱们现在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小郑再查下去了。这不就是在查自己的亲生父亲吗？难道非要等到小郑拿着手枪顶着他爸爸脑袋的那一天吗？那不就是大逆不道吗？还有你，这件事除了我，你可谁也别说了。你传出去，流言蜚语就起来了，对你的工作会有影响的。小白，你不恨我吗？我怎么能恨你呢？要恨也恨那个赵孝生，都是因为他，是让他害的。小白，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想办法帮小郑搞定那件事儿。赵孝生我是不能去找了，全得靠你了。你放心。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怎么打不通你电话啊？老张，通知大家，天黑之前搬家。又要搬家？出什么状况了吗？不严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容不得一丝一毫的大意。是，我马上通知。严政委，对不起。长征被检察院带走调查，你们专案组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你今天到我这里来，既不是在约定的时间，也没有进行事先联络。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冒失吗？啊，一不小心，我们秘密调查组都会因此而暴露。严政委，我错了，我只是一时心急，下次不会了。下不为例。长征的事情，我刚刚打听了。从曹大龙的死到长征被带走，接下来是网络谣言的密集散布，这一连串的事情环环相扣，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我严重怀疑，这幕后黑手就是赵家。你看，很明显，曹大龙的死还有长征被带走，他们就是最大的受益人。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长征这次面对的局面，比上次更复杂，也更凶险。严志伟，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长征被陷害吧？这件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赶快回去，以免引起怀疑。好。秦燕，我最后再叮嘱你一句：关心则乱。以后，不管遇到任何的事情，你需要做到的是冷静。是，知道了。老杨，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反映一下，是关于长征的。进来。韩市长，你找我？老秦，坐。哎。我想问问，长征那个案子，检察院的调查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暂时还没有。现在上上下下都很关注这案子，所以检察院方面处理的也很谨慎。我挺意外的，本以为放了曹大龙，事情能够告一段落，没想到又生出这么多的末节来。老秦啊，长征的案子，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认为，长征作为一个警察，会知法犯法吗？韩市长，我的意思是，长征有没有违法行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不好判定。但舆情的压力，却是市政府要直接面对的，哪怕算是给公众一个交代，是吧？对长征的调查，也势在必行。你的话呀，等于没表态。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是不敢妄断。老秦，你这话说得好，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所以长征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还是要深入调查，既不能包庇袒护，也不能让奋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被栽赃陷害，你说对吧？韩市长，您的意思是？我建议啊，立即召开市委办公会，一起商讨一下，看是不是能请省检察院和公安厅组织专人成立一个联合调查小组，针对长征一案深入调查，找出真相。这个，你觉得我小题大做？不，我不是这意思。我马上就去办。韩市长，有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啊？我觉得你对那个长征好像很关注啊。老秦，别忘了，我也是警校出身，我知道做一个警察有多么的不容易。关注长征，并不只是关注某一个人，而是关注整个公安群体，为他们做点事。
小杨。国华，关于你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们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沟通。长征这条明线的调查工作，对于秘密调查组非常重要。他这次被举报违法办案，疑点重重，很有可能是赵家人及其保护伞对长征的又一次构陷。今天下午，昌武市政府分别给我们厅和省检察院发了函，希望我们能够派人员到昌武，跟当地的公检法机关成立联合调查组。我们也跟省检察院碰了头，一致决定立即成立由省公安厅和昌武市人民检察院组成的联合专案组，对长征的案子进行深入调查。联合专案组的组长由你担任。另外，昌武市检察院的肖晨同志此前直接负责本案，所以可以将他招进我们的联合调查小组。省公安厅的正式公函已经发出。回来了。对。我妈呢？啊，你妈跳广场舞去了。来，坐下，陪我喝2杯。我还有工作呢。嗨，今天是周末，我都已经报备过了。这酒不错。来，坐下。怎么样？长征的案子有把握吗？哦，我说你也为什么找我喝酒呢？随你，你要想聊呢，就聊2句；不想说就算了。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外部环境。怎么讲？现在网络上把这件事情炒得沸沸扬扬，舆论也一边倒的大肆攻击长征，大有一副不把他拉下马誓不罢休的架势，这对办案人员影响特别大，仿佛不给长征定罪就是不顺从民意。但是真正的民意是这样吗？我不这么认为。那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民意？真正的民意就2个字：真相。行，有点长进。爸，你今天不会是来给长征当说客的吧？我知道你特别喜欢他。小陈啊，爸对你的要求是秉公执法。你往后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你每一步都走对。有时候一步走错了，想要回头就难了。您放心吧，虽然我不喜欢长征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办冤假错案。好，老爸祝你以后永远都不办冤假错案。小陈，这位就是省公安厅派来的严国华同志，是这次联合专案组的组长。这位是我们检察院第1检察部的肖晨。严组长，你好。这位是滨西刑侦大队的金燕同志。我们认识。哦，我来之前先去了一趟滨西刑侦大队了解情况。小金听说我要到检察院来，就主动提出要给我当司机。哦，对了，关于长征的案子，有些情况他要跟你沟通一下。那行，你们俩先聊着，我跟严政委还有点事儿。导员，去我办公室吧。好。
你来这儿干嘛？你又不接我电话，那我只能找上门了呀。我没有不接你电话，我就是想……不用解释了，你肯定觉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给长征求情是吧？难道不是吗？求情倒是谈不上，因为长征他根本就没有犯错。你怎么就这么肯定？你有什么证据是吧？我没有证据，但是我亲眼看着曹大龙安然无恙地从审讯室出来，而且我跟长征在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我相信他。萧晨，我知道之前因为你师傅的事情，你一直对长征没什么好感，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其实你师傅还有长征明明就是同种人，他们较真认死理。为了追求真相，哪怕在险境里也不会放弃。所以，你如果真的敬重你的师傅，就不该对长征有偏见。你是怕我把对长征的偏见带到办案中？放心吧，我萧晨没那么狭隘。更何况，如果我真这样做了，那叫徇私枉法，不仅对不起我师傅，更对不起我穿的制服。对不起，还有，谢谢你。怎么又是对不起，又是谢谢我的？对不起，我是帮自己说的。谢谢你，是帮长征说的。行，那对不起，我接受了。后一句就免了吧。那我代表滨西刑侦大队的所有警员向萧检察官致谢。严国华已经入住了市检察院，联合专案组正式接手了长征的案子。知道了。长征，关于你的案件，省公安厅和市检察院已经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这位是联合专案组组长严国华同志，请你积极配合我们的调查。长征，你把讯问曹大龙的过程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遍。事情大致上就是这样。那他现在在哪儿？不行，我得去找他。子面，他现在被隔离审查，你去也帮不上忙。那我不能就这么坐着干等吧？省里很重视这个案子，已经成立了联合专案组，深入调查了。那现在这个案子进展到什么程度了？调查人员刚到昌武，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你自己也是律师，什么样的案子没见过？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让自己冷静下来。嗯。彭超，谢谢你对长征。行了，我们中间不说这个。你休息吧，后面的事交给我。啊，计划书改完再休息。宁宇，讯问曹大龙当天，长征是不是让你守在询问室外？是。
他为什么那么做？因为我师傅他怕泄露讯问结果。讯问室就在你们刑侦大队，哪来的泄露一说？你别紧张，照实说。因为我们怀疑有内鬼。我刚才注意到你的用词，你用的是我们，也就是说，你也有同样的怀疑。是。有具体的怀疑对象？还没有。因为曹大龙的供词对我们专案组特别重要，所以我师傅说要防止一切泄密的可能。长征在当天中午1点左右曾单独进入讯问室，并且关掉了你们的监控监听设备，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师傅本来是让我去的，后来他改了主意，自己去了。当时曹大龙的戒备心理非常强，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所以我师傅想趁着他吃饭的时候去跟他闲聊，并且主动告诉他关掉了监控设备，为的就是让他放松情绪。在这段时间里，讯问室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曹大龙吃完饭之后，我在门口看到过他一眼，并没有什么异常。长征最后一次跟曹大龙接触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下午的3点半，距离放曹大龙还有4个小时。不过长征讯问完就先出去了，之后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在你和长征最后一次讯问曹大龙期间，曹大龙的精神情绪、身体状态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没有。要说异常，还真有点儿。哦，我说的异常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你什么意思？审讯结束后，是我押着曹大龙回监仓的。一路上他的表情看上去特别得意，像是立了什么大功似的。但你要说他被刑讯逼供了，我绝对不信。我跟长征搭档，也不是1天2天了，刑讯逼供的事儿，他根本就干不出来，还要说他收受贿赂，就他那包庇险，给他送钱，那不等于自投罗网？我马上到楼下接你。你直接上来就好了。根据目前的情况看，长征有可能是被人下了套。接下来，我们要重点核查3个事实：第一，曹大龙究竟是不是死于自杀；第二，他的身上有没有留下刑讯逼供的痕迹；第三，网络上散播的有关长征收受贿赂的举报是否属实？曹大龙的尸检报告应该今天出结果，这条线我来跟。那收受贿赂这条线交给我吧。好的，我们各忙各的，抓紧时间。刚回来啊？是啊，你去哪儿？哎呀，书记的。慢点啊。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啊，上车。你知道我要去哪儿吗？法医鉴定中心吧。你怎么知道？长征这个案子的核心线索就是曹大龙的尸检报告，你不去那儿还能去哪儿啊？上车吧。
给你买了些意面，还有沙拉。谢谢。忙什么呢？在网上看看有关长征的消息，不管真的假的，我都看了一遍。现在冷静下来，分析了一下，长征这个案子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他不会有事的。这么肯定？网上这些有关他受贿的消息，完全都是捕风捉影，没有一点点实质性的内容。如果受贿是假的，那刑讯逼供的指控也不会是真的。真下了功夫啊！我现在能为他做的，好像也只有这些吧。既然不用担心，那吃饭吧。吃。这位是滨西刑侦大队的金燕，由于专业要求，我专门请他过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曹大龙的尸检报告。那我们来看一下，死者曹大龙的四肢还有躯干没有明显外伤，皮肤上有弹性，上有海水结晶物。死者的头发、皮肤、口腔、鼻腔均有藻类生物附着，这个符合海水溺亡的特征。我们接下来往后看。这个呢是法医从他的指甲里面找到的一根纤维物，上面还有血迹，而这个血迹不属于死者，所以法医判断曹大龙在生前有过拼命的挣扎，而他的指甲划破了凶手的衣服以及皮肤。血型鉴定过了吗？鉴定完了，与死者还有长征的血型不匹配。单凭纤维上的一丝血迹，还不能断定曹大龙就是他杀。所以我们接下来往后看。这个是曹大龙头发的照片，这应该是凶手在往水里拽他头发时留下来的伤痕。法医鉴定结果，他杀。我呢刚才就挑了一些重点说，其他的细节都在这个尸检报告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还要补充一点，尸检报告里面也写了，曹大龙的死亡时间是在当晚的11点左右。而那个时候，我和长征正在大桥派出所，派出所的治安队长郝大志以及当时在场的所有民警都可以为他作证。太好了，小罗，马上带人去一趟大桥派出所，做一下取证工作。好的。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关于长征收受贿赂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是恶意攻击吧？现在可以确认，所谓网络上的爆料，纯属于捏造和构陷。刘源，说说你们调查的情况。好，我们找到了在网上散布消息的源头，这个人叫康庄，说是网络大 V， 其实就是一个网络水军的头目，他的流量都是刷出来的。据他交代，曹大龙被害当晚，有个神秘人主动联系他，让他曝光曹大龙的视频，给长征泼脏水。为了博取眼球，同时也是在重金的诱惑之下，他不但接了单，还添油加醋地构陷长征收受贿赂。这种人也太可恶了。哎，那他自己的大 V 他也不要了吗？大 V 账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他们是计算过犯罪成本的，只要给的钱够多，连坐牢都不怕，就更别说区一个账号了。他有说那个神秘人是谁吗？据康庄交代，他始终都没有见过这个神秘人，对方一直都是单向联系他，使用的是网络电话，来电号码也是随机的动态号码，并且在打电话的时候，对方还使用了变声器。那他是怎么把钱给康庄的？这个神秘人事先把钱放在了城西一栋烂尾楼的楼顶水箱里，事后通知康庄去那里取钱。我们对放钱的场所进行了细致的勘查，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所以这个幕后黑手
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而且手段和游艇爆炸案十分相似，都是先杀人后嫁祸，并且目标同时指向了长征。我认为这不是巧合，这两个案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那要这么说，我师傅的死也很可能跟那个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赵家的人。先不说这个神秘的人物是谁，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长征在侦办游艇爆炸案的过程中，面对的环境和对手有多么凶险。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遭遇冤屈，我想这会让我们奋战在第一线的所有办案人员为之心寒。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我们必须以联合专组的名义，迅速地形成对长征一案的调查结论，报上级领导部门尽快地恢复长征的名誉和工作。我同意。哎，好，进来啊！师傅，师傅，师傅，冷静冷静啊！干嘛呢？这是？你可算回来，你都瘦了，你看。恭喜归队啊！还有，祝万劫不复，来。行，好你一个万劫不复来，我收下了。我祝师傅晦气连连。去。这个老宋哪儿去了？他听说你有事儿，肯定躲起来了呗。别瞎说，我可听说了，这次专案组调查，宋哥没少替他说话。得了吧，哎呀，毕竟我俩搭档3年多了，能不跟我说话吗？小姐，现在可是上班时间，不在岗位上，在哪儿瞎混呢？小姐，我这前脚刚刚放出来，您电话就追来了。行了，别废话，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是。小去找我。来，走吧。不去打个招呼？不用了，知道他没事就行。我们走吧。好的，好的，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们表示慰问。谢谢。好，再见。我就相信这孩子是被冤枉的。我嘞也是向韩市长汇报长征一案的调查结果的。看来你已经知道了。市检察院的徐斌检察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了这事儿。哦，好，那就好。老庆，你再敦促一下公安局方面，让他们发布一个官方的通报，把长征一案的调查结果尽快向社会发布，让公众知晓，这样才能真正的平息谣言。好，我马上去办。小姐，进来。气色不错呀，坐。是。找我来什么事？是这样啊，经过局里研究决定，恢复你所有的职务，包括游艇爆炸案专案组组长。我就想听听你的想法，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打算是什么意思？这么说吧，这个游艇爆炸案，你还有没有信心查下去？那肯定得查下去。你就不怕再被人算计？师傅，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生怕他们不再算计我。说说。
您看啊，他们越这么往死里整我，越说明我们的侦查方向对了，戳到他们痛处了，他们才会这么隔三差五的往死整我，对吧？他们出手的次数越多，他露出破绽的几率就越大。可是曹大龙现在已经死了，你所有的线索都已经断了。那就从头再查呗，怎么办呢？反正这个事儿他只要干过，肯定会留下痕迹。我们只要用心查，肯定会有线索。我怎么觉着你小子进去这么一趟，底气反而更足了呢？这叫大血压轻松，轻松挺且直。还学游了？这都谁教你的？那跟师傅学的呗。行了，你的态度和决心我知道了，你跑去吧。是，那我先走了。哎呀，该处理的处理，该封口的封口，该安抚的安抚。你的这番操作呀，比我预期的要好。不过你也不要怪老大老三他们在网上这种愚蠢行为，即便他们不这么做，警察也能查出曹大龙的死因。严华来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哎呀，这一局啊，我们没有输。虽然没把长征拉下马，但曹大龙这个软肋，我们把他拿掉了。你看，曹大龙既是凶手，又是唯一的证人，现在他人不在了，所以长征在翻当年那个案子，几乎就是零。我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也没有想要对长征怎么样。说。啊？我知道了。啊？怎么可能？你亲属电话，说你妈最近格外关心长征，而且省市成立联合调查组，就是你妈支持的。她怀疑这里边有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哎，你说他问我，说这个长征会不会是韩亚的儿子？不会吗？哎呦我天，疯了！嗨，就即便当天他怀上了，我怎么可能让他带走赵家的种呢？爸，你常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没有万一。嗨，我告诉你，你妈这个人我太了解了，让她为赵家生孩子比登天都难。哎，那我这是……不，你妈怀你的时候吧，我们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啊，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和你母亲离婚吗？不是被人发现你在外面两个私生子吗？那是我故意让他发现的。老四啊，你不知道啊，当时啊，我们赵家的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大，这里边很多事情，我告诉你都是见不得光的。如果你妈知道了，肯定会去检举我。当时你不知道啊，你妈年轻、漂亮，又聪明，又有魄力啊，一门心思往上爬，她怎么可能让我做她的绊脚石呢？影响她的仕途呢？所以你妈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她跟你那几个哥哥的母亲根本不一样，
他们呢根本就兴不起风浪，更翻不了赵家这艘大船，所以你妈是最危险的。所以你妈呀，行，爸，这些我都不在意，我在意的是严国华。没想过藏在心底的悲伤，源自一些迷茫，过程有些漫长，就把自我隐藏，尽全部力量，直到看见曙光等一刻天亮。我一会儿。没想过独自前行的彷徨，情绪无人分享，压抑热血满腔，看着理想摇晃，把战歌哼唱，牢牢把这使命放心上。有些失望终究会被希望原谅，有些对错终究会被现实隐藏，有些谎言终究会被结局埋葬，有些坚定终究来自心坦荡，那些孤独终究会被圆满补偿，那些深爱怎么去伪装，那些伤害怎么退让，等到天亮，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光亮，那些伤害怎么退让，等到天亮，阳光终究会带给世界